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安乐传收视创古装剧新低，我心情复杂，写下了这篇文。古装剧一直是国产剧里面的爆款题材，多元化的内容以及各式各样的视觉盛宴，总能给观众带来眼前一亮的看点。至今为止，古装剧依然可以说众多题材里面的大众题材，每一次一有新剧上线就会激起一阵火花，能在第一时间引起关注，同时也能通过不一样的看点迅速占领个平台的热搜话题。不过，虽然古装剧一直接连不断有新品上线，但也并不是就有很好的正面反馈。纵观今年已经上线热播的古装剧，就能发现几乎全军覆没，不是内容逻辑不清晰，就是一大堆制作出现问题，以至于最终的反馈和收尾都没能达到预期。除了《长相思》《莲花楼》，其余的古装剧都有不同的负面口碑。就算是由3个顶流助阵的《安乐传》，也不能拯救整部剧最终扑街的结局。《安乐传》作为迪丽热巴的23年第一部古装剧，开播前后因为演员阵容的光环曾引起不少观众关注，本以为已经是公认的年度爆款古装剧，结果却因为各种原因与爆款失之交臂。《安乐传》自开播当日的反馈情况就已经注定这部剧将会扑街的事实，因此收官反响平平也是预料之内，但是还是会让人忍不住对3个主角的没能因为作品出圈到惋惜。1. 后期制作严重拉垮，滤镜、抠图、滤镜漏洞百出。一开始，滤镜问题就是该剧最致命的败笔。任安乐一出场，整个帅气的身姿在空中荡呀荡，演员的表演倒是没有拉垮，可是后期制作真的太拉垮了，整个特效显得十分虚假，整个画面看着就是一副劣质十足的背景绿幕抠图痕迹。其中的滤镜也不忍直视，模糊的没有一点质感，严重影响作品呈现的视觉效果，看剧时无法令人投入到剧情中。配音敷衍了事，该剧的配音也是剧情深入过程中最令人难以接受的制作败笔。本来配音音色就显得过于突出，跟演员熟悉的音色不匹配，观剧的过程中令人有出戏感。结果声音和口型还对不上，口碑和台词也对不上，细节和非细节的瑕疵全都展露无遗，观剧过程中根本无法投入，服道化严重拖后腿。作为一部古装大剧，《安乐传》的服道化没有起到为角色添加魅力的辅助效果。迪丽热巴和龚俊都是古装剧里面爆火出来的顶流，早之前在不少古装剧里面的角色令观众为之着迷的重要原因，就有服道化的影响。龚俊的温客行那个一个服道化要质感有质感，要飘逸有飘逸，服道化跟角色形象十分匹配，整一个服装让龚俊添加不少仙气，看起来元气感、少年感十足，放眼望去是一道吸引眼球的亮丽风景线。可是回到寒夜，发型不对味儿，服装看着单调且廉价感，怎么看都觉得不够华丽惊艳。迪丽热巴的任安乐就是更加不用多说，这部剧里面女主角的主要服饰色调是红色。对于红色的驾驭，迪丽热巴几乎每一部古装剧里面都有过相应的服道化，从那些迪丽热巴和红色的配饰度来看，十分惊艳。可到了任安乐，主打的红色服道化看起来并不比以往的鲜艳，令人惊喜的程度不高，看起来拉垮的很明显。此外，剧中的发型也严重拖后腿，编发、白发、盘发各种发型，特别显年纪和发际线，要不是迪丽热巴本身颜值在线，真的很难驾驭得住。2. 剧情逻辑漏洞百出，重点内容定位不够清晰。《安乐传》一开场就各种铺垫男女主的故事线，虽然一直以来安乐都是暗地里打着复仇的旗号接近寒夜，但是剧情的展现来看，大量的甜美剧情互动是让整部剧的古偶韵味十足，因此最初就有了权谋为辅、言情为主的发展趋势。按照古装剧的剧情走向，像此类男女主线比较清晰明了的古装剧，一般都是注重演把感情线，通过感情线为主，其他支线为辅的形式展开一系列后续剧情。《安乐传》一开始也是按照这样的形式发展，可是越到中间，权谋的戏份反而显得更加多了，情感线有但是不多，因此有不少欢乐清喜的剧情，但总觉得重点内容定位有多偏差，要么就是权谋为主，要么就是言情为主，这样才能让观众真正掌握到作品想传达的核心内容。莲花楼主打的就是其他故事线的呈现，因此更多剧情全都用在3个主要男主身上，其余的感情线也有，但都是一笔带过。
长相思也是又有权谋又有言情爱情线，但是该剧则通过权谋为辅的形式，突出了女主角与其余男主的情感线。清晰的定位和逻辑让《莲花楼长相思》有各自的优点，再加上两部剧都做得足够优良，以至于播出的时候能够引起巨大反响。相比较而言，《安乐传》则犯了既要又要的内容多而复杂，看起来定位很是模糊，所以最终两部分都没能有完美表达出来，观众也没能从剧中找到相应的观剧需求。该剧的逻辑也不严谨，因为先皇的旨意，寒夜一行人来寻人，明明都已经歼灭所有的群臣，如此这般残酷残忍，怎么会让一个小女孩存活下来？难道深谙世事的皇帝不知道此举将是对自身地位和家国的隐患吗？还有女主角要复仇，应该是已经做好万全之策的，内外接应的人应该足够多，才能与之对抗。可是结果交上3万水师之后，只有一个男二接应。虽说男二家大业大，可能混到这般位置，老皇帝居然一点都不知道，未免说不过。此外，女主全家被灭门，男女主却还能一改前嫌，走到了一起，这怎么看都有点刻意把权谋剧情硬掰向偶像剧结尾。总而言之，《安乐传》开播到大结局这部剧全都有问题，要不是主演阵容足够起到镇场作用，估计该剧也不会有所谓的热度。如今创古偶收视新低也是在意料之中。不知道看了该剧以后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。